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过年要到咯，除了做年菜以外呢，学做甜点也是很重要的哦。跟大家分享这道非常好吃的米香黑糖糕。一般黑糖糕呢，都是添加树薯粉或者是玉米淀粉来制作，让黑糖糕达到 Q 弹的口感。不过塔塔想舍去这些淀粉，试试看用家里吃饭的白米来制作，让黑糖糕一样达到 Q 弹的口感，而且还带有米香呢。今天我使用的是台湾产的月光米，分量是300克。你也可以用再来米来制作，都可以。清洗干净，而且还要洗到水清澈见底才可以哦。像这样浊浊的都不行，我大概是洗了6遍，水才这么干净的。然后先沥干水分，现在用滚热的水浸泡米，让米快一点软化。稍微的搅拌一下，让受热比较均匀，然后这样浸泡4个小时左右。你也可以前一天浸泡，先放在冰箱冷藏着。这个是我泡1个晚上的米。你只要泡到这个米呢，可以轻易的用指甲弄碎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如果还不行，就再煮1锅热水，再泡1次。我先把这个浸泡的水倒掉，然后彻底的沥干，这样水分才会准确。把这个沥干的米呢放到调理机里面来，然后加入350克的水。建议大家使用马力比较好的调理机来制作，这样打出来的米糊会比较细致。如果觉得打得不够细，可以再打第2次哦。然后我们先来检查一下这个米糊的状态是否 OK， 直接用手触摸是最准的，要像这样子摸起来很滑顺，没有明显的颗粒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在米糊里面添加糖，这边准备的有黑糖150克、三温糖40克。这个分量听起来好像很多，但是做起来并不会太甜哦，因为黑糖不会很甜，但是会带来黑糖的风味。而三温糖呢，可以增加黑糖糕的甜度，当然你也可以用砂糖替代。现在把所有的糖呢都放到调理机里面来，再利用调理机搅拌均匀。我会建议大家呢使用一个过滤网来过滤米糊，这样可以更确认米糊的细致度。米糊打好后呢，再来准备速发酵母6克、低筋面粉200克。等一下我们把它们混拌均匀就可以了。这个低筋面粉呢要先过筛，一次倒进去就可以了。然后搅拌到没有粉粒的状态。现在放入酵母粉，再混拌均匀。直到这个粉浆呢呈现这样光滑细致的样子，然后稠度像蜂蜜一样的感觉就对了。你也可以在粉浆里面加一点蜂蜜，增加湿润感。不过呢，我这个配方已经很湿润了，不需要再添加。现在这个粉浆要先盖上一张保鲜膜进行发酵，室温发酵到2倍大。如果你有水波炉，可以用40度发酵45分钟左右。大概发酵好会是这个样子。
今天好像发得特别好。然后用筷子或者是汤匙搅拌一下，让那些大气孔消泡。你可以用圆形的模具来蒸，像这样放在蒸笼里。不过呢，我今天想要用正方形的模具来制作。这个模具呢，要垫上一张烘焙纸。裁剪的方法可以看我布朗尼的内部影片示范。然后把这个粉浆都倒入模型里，大概倒6-7分满就可以了。像这样留一点空间让它长大。你可以像这样架高一点，再盖上一张保鲜膜静置着，大概静置20分钟左右，让它再长大到你想要的高度。这个高度呢，大概就是蒸好后的高度了，不会再大咯。然后直接放入水波炉，不需要先预热，大概蒸35分钟左右。中途都不要随意的开关哦，不然很容易塌陷。蒸好后，如果担心没有熟，可以用牙签测试看看，会沾黏面糊就是没有熟，视情况可以再延长蒸5到10分钟左右。蒸好后的黑糖糕呢，出炉后要立刻撒上白芝麻，这样芝麻才会附着在表面上。我先放在网架上放凉一阵子，直到不那么烫手了再来脱模。我觉得热的时候呢，纸膜是比较好撕开的，冷掉之后就不好撕了。做好的黑糖糕呢，要先放凉1个小时以上再切哦。切的时候建议刀子先用热水冲过，然后抹上一点油，会比较好切。你可以用一张纸测试一下大小再切，刀子像锯子一样慢慢的切就可以了。另一个方向呢，也是一样的切法，这样就可以切出正方形了。做成功的黑糖糕弹力会很好，压下去还能弹回来，吃的口感呢 QQ 的，香香的。像这样过年做一点，有朋友来家里拜访的时候拿出来请大家吃，多好啊！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